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本关于人类和外星人接触的书籍《监护人》。回溯催眠师朵罗丽丝致力于帮助人们找回潜意识中的记忆，意外的就发现了外星人留下的踪迹。静止的时间，浓缩的时空。当外星人降临时呢，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与外星人同行。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在1979年，美国的密苏里州的一位叫做朵洛丽丝的催眠师就开始从事催眠和前世疗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催眠呢，让人找到自己的前世和潜意识中的记忆。几十年的催眠过程中呢，他就得到了许多来自过去的幻境的有趣案例。再结合他收集查证的大量资料呢，他就带着人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在60年代就发生过一个案例，也就是贝蒂与巴尼希尔的被打断的旅程。那是所谓的外星绑架案例的始祖，其中许多的描述呢，让人相信希尔夫妇的经历确有其事。比如外星人用心电感应沟通和不带敌意的意图，也许这个主题原本就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也许外星人的策略就是要达到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就是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思考那些不可能的事情。而朵洛丽丝呢，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下手研究，逐渐就看见了一个正在开始浮现的广大全貌。而那是我们人类心灵几乎无法理解的奥秘了，它是有史以来呈现给人类最重要的全局，一个有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的故事。在故事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消失的时间。它是指当事人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呢，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明原因的消失了。不过有一个更为奇怪的概念，那就是被浓缩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事情用比平常少很多的时间就能完成。而朵洛丽丝呢，接触的第一个时间消失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案例就发生在1972年，但那却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地方的案例。这个人叫做汤姆，他于1972年在马萨诸塞州为了生意的事情去客户家开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呢，夜色越来越深，那客户呢当时就邀请这个汤姆到他的公寓留宿。汤姆记得那夜那位女士正在开着车的时候，一些树的上方呢有道亮光划破天际。那位女士似乎因此变得很紧张，但接下来的事情呢，汤姆就不记得了。他只记得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在他客户的那个公寓醒来了。他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或者是喝酒，也始终无法解释他消失的时间去了哪。那为了找到事实的真相呢，汤姆就开始进行催眠疗法。他重复当晚的场景，回忆起了事件确切的日期，回到了他们当初驾车前往公寓的那一段路上。汤姆就叙述呢，他们之间当时正在闲聊。然后他的眼角余光就瞥见了，以为是一团火球或者是流星之类的东西，天空上的光就越来越亮，眼看着就要朝他们逼近的时候呢，可是突然之间他们的车的引擎就熄火，车就停在了路中央。而当时的他的那个客户女子非常害怕，但是说来也奇怪呢，汤姆的反应却很不同，他突然觉得疲惫不堪，接着呢就睡着了，这绝不是正常的反应嘛。而朵洛丽丝知道他的潜意识一直是清醒的，于是就向他提问。那汤姆的潜意识就告诉他说，有道耀眼的光当时就围住了车子，光从所有的窗户照了进来，紧接着呢，所有的车门被打开，而他们睡着的身体就被慢慢的移了出去。可是谁把他们带出来的呢？回答的是他们看起来像人类，一个褐色头发的男子，另一个呢是金发的。他们把我们带出车外呢，检查了车子里面，然后看着我们，拿一个东西呢就对着我们上上下下照了一顿，最后呢才把我们又放回了车里。汤姆就说呢，他们还让他无意识的身体当时还能够保持直立，用一个仪器在他的身上呢全身上下的检查了一遍。那仪器在操作的时候还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那个仪器看起来呢细细长长的，类似于我们电视的天线，大约有13到14英寸长，周围呢有电线包裹着，它还会闪烁颜色，是介于荧光绿和深紫色的闪光。当仪器经过身体时呢，会发出电光，还有咔嗒咔嗒的声音。但是他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嘛。接下来呢，他们就被放回了车里，于是呢，引擎就启动了，他们呢又行驶在了路上。之后那2名男子和光呢就通通消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苏醒，惊讶地发现时间呢已经到了2点半了，但他们明明是12点就出来了呀。除了隔天早上被电话吵醒以外他就不记得其他的任何事情。于是朵洛丽丝就向他的潜意识发问，问他知不知道被那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一种仪器检查。而潜意识回答说是的，我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位女士史黛拉，她在波士顿南部的一家公司工作，
那家公司呢正在准备越战的军事机密，而史黛拉呢可以接触到所有不同类型的信息。他说我想他们是想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信息，和我呢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监视他呢大概已经和他接触过很多次，因为他总是很紧张不安的样子。那个仪器呢和我们现在有的计算机的断层扫描很像，他在检查生命机能，还有测量脑波。不过这些人似乎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监控史黛拉，担心他可能会涉及某些事情，有点像是间谍活动一样。那是他们想监控他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他知道很多的资料。这个案例呢就很有意思因为这段时间消失的个案并不是外星人注意的目标。如果这个个案是他自己想象的，但他又不是整个事件的主角。此外呢，他说他后来再也没有过类似的事情，这一点就很有趣嘛。如果这是他想象出来的话，他就很容易能够把故事继续延伸下去然而却没有任何的后续。这是否就能够说明外星绑架事情确有其事呢？然而从当事人的观点来看呢，这是时间被神秘扭曲的一个例子。人类因为被困在对线性时间的概念里而受到了束缚。根据朵洛丽丝查找的资料呢，幽浮之所以能够从视线或者是雷达屏幕消失不见是因为它们能够突然改变振动频率。住在地球实体环境中的人是在一个较低频率上的振动。然而外星人呢，有许多并不是生活在其他的星球，而是在其他的次元。那在那些次元里呢，有许多其他的世界，有的是实体世界，有的不是，偶尔呢会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但是它们的振动的速度是较快的。通常呢，我们完全不会意识到彼此的世界。比较先进的其他世界呢，就察觉到了我们，于是呢，不时的会前来地球观察。然而他们必须要放慢自身的振动速度，才可以来到地球。降低和维持较慢的频率，不论多久呢，都会被描述为痛苦的事情。如果人类要进入那种次元，就刚好相反，我们的振动必须加速，再回来的时候呢，则必须放慢下来。人类如果要进入那些宇宙飞船呢，身体的分子必须经过调整，那振动呢也必然会加速。而人体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这么运作，但是无法长期的运作下去，否则身体就会瓦解。而当从宇宙飞船上回来的时候呢，个案会经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重新调整身体，降低振动的速度。当身体从这个痛苦的经历回到原本的系统的时候呢，当事人就会感到困惑、迷茫，或者是出现短暂性的麻痹以及其他的生理症状。他说，比如呢，在1998年与苏联一同登上和平号轨道的太空站的最后一位美国人返回地球。据他的描述呢，在处于无重力的状态下的很久之后最难适应的便是要习惯自己的身体压迫性的重量。在1988年和1989年呢，朵洛丽丝又遇到几个跟时间扭曲，甚至是移动到另一个次元有关的案例。第一个案例的主人呢，叫做艾迪，他叙述的是一件将近20年前的往事。当时他还是一个17岁的高三生，住在密苏里乡下的农场社区中。有一天晚上呢，他就驾着自己的车行驶在乡村的小路上。一路上呢，房屋稀少，要隔很远才能够看到下一间房子。走着走着呢，他突然就看到一束光。当他一眼看到光的时候呢，他还以为是户外的那种水银灯。然而那些地方通常是没有灯的嘛。当他朝着那个光靠近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清楚，那不是农场的户外灯，因为灯越来越亮，而且还越来越高。他就朝艾迪靠近，停在了他的上方，跟着他的卡车继续前行。艾迪就把头伸出窗外朝上看。就在大约他离家还有半英里左右的时候呢，那个物体突然之间移动到了他的前方，在一个树丛上方盘旋。那个时候呢，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形状像个大镜片一样，由里到外呢都透着橘色的光。中央呢有一个旋转着带状物的光呢一闪一闪，底部呢则是一个金属的原色。艾迪就好奇把车停在山丘下，下了车，坐在卡车的引擎盖上，一直就盯着那个奇怪的物体看。他一点都不害怕，自己呢也觉得很奇怪，但猜想呢，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从小在这个乡村长大，长时间的待在户外的关系。当他坐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呢，一道蓝光就从那个东西的底部射了出来，照亮了下面的树丛。突然之间呢，它就全然静止的漂浮着，而那道光呢开始旋转，却没有发出半点的声响。艾迪就估计它的宽度大概在25英尺左右，而艾迪就坐在那儿看着它，似乎陷入了某种类似于时间静止的状态。等到他清醒的时候呢，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回到家后呢，艾迪就尖叫着跑上了楼。他的父母原本已经睡了，突然被他惊醒，于是他就立刻让他的父母到窗外去看，但那个光呢已经变小到跟水银灯一般了，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无论他的父母看到了什么呢，
都跟他目睹到的大型飞船相差甚远。那一整年呢，当地就传出了很多的目击事件，有些甚至是警察看到的，唯独没有听说过哪一起像艾迪那么近距离观察的。艾迪就怕被人嘲笑因此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经历。10几年以来呢，他都把这件事情就放在心里，以为自己是出于什么心理上的原因虚构了一个故事。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呢，他的确是看到了那个东西。在整件事情之前呢，艾迪从未读过任何的与 UFO 有关的书籍，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开始从书里面寻找和他所见的事物类似的东西。而朵洛丽丝呢，就为他进行了一场催眠。在催眠之下呢，出现了新的资料并不多，但艾迪对那件事情的记忆是很正确的。朵洛丽丝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什么艾迪的意识没有察觉到的事情。他的回答是他被灌入了某些东西，他们给他的片段信息也给了他一些指引。于是这个艾迪就不断地提到了灌注。当朵洛丽丝问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他完全不懂的词。而艾迪呢也说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一艘宇宙飞船传给他的片段信息帮助他发展和成长，那是很具体的东西。那些信息被身体的细胞所吸收，不过他并不知道那些信息到底是什么。可见那一晚呢，艾迪被植入了某种信息，他只是记得呢曾经发生过异常的事件。那这起事件呢跟另一个案例雷同，那是在半个世界之外的英格兰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外星人呢有能力创造出不让别人目击的个别体验吗？第二个案例是发生在一个叫做凡乐丽的女理发师身上。在1975年左右呢，一天夜里，他的朋友就开车送他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那是一个很大很亮的白色发光体，比月亮还大。为了看个仔细呢，这个凡乐丽就把车停在街边他们离一个陆军基地当时还不远，因此猜想那个东西可能是跟军方的夜间飞行有关。由于那个物体是伞状的，这个凡乐丽呢一度以为那是降落伞，但是没过多久呢，便看出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就在他们盯着看的时候，它突然之间迅速的笔直飞来，在车子上方开始盘旋。而当时凡乐丽有点被吓到，他就倒退车子掉头就朝这个城市的方向开去。当他开到公路上的时候呢，白色的发光体呢就移动到了乘客座椅的那个旁边的上方，跟他们同步移动。它没有任何固定的形态，似乎会变形，不过从头到尾呢都非常的白明亮，而且是发光的。凡乐丽加速驶去接着他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双线的道路上居然没有任何一辆汽车，也没有灯光，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驶离了公路，转向了市区为止。他就看到街灯呢，在他靠近的时候一盏接一盏的还慢慢的都熄灭了。所幸呢，他还看到了路面，草和树木呢都是静止的，呈现了一片怪异的死寂。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猫狗，或者是其他车辆以及人，或者是房子里任何的灯光，就好像他们与这个世界脱离了，这个世界上仅有他们2个人。而凡乐丽形容的那个情况呢，就很像是在一片真空之中，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什么都没有。他们经过区域，街灯呢都是灭的，而且有个柔和的光芒呢是从他们的上方的某处散发出来。于是他们决心要到有人的地方去。他们经过了一座大型的购物中心那里有家通宵的餐厅。这个时候呢，那个物体在商场的上方还盘旋着。当车子经过了那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时呢，他们就发现里面漆黑一片，四下无人，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于是他们继续开车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车和人。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通常城市的街道这个时候还是会有人的嘛。情急之下呢，他们就决定去一位友人位于闹市区的办公室，而那个朋友经常工作到很晚。当他们进到办公室的时候呢，他们的世界突然恢复了正常。当时他们没有告诉那位友人真正原因，在那里呢只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凡乐丽呢就送他的朋友又回到了公寓。在他们朝着公路往自己家的方向行驶的时候呢，那个物体又出现了，就好像一直在等着他们一样。原先在办公室和开车去友人的公寓的时候都很正常，现在呢光又回来了。他们的驾驶座旁边跟他同步前进。于是他急忙的回到家中开进车库之后，那个物体突然之间加速离开，一下子消失在了夜空之中。而凡乐丽就说呢，他一开始和离开的速度都是那么的快，看起来呢绝对是受到了控制的。那经过讨论呢，2人决定将进行催眠，好找出这件事情的更多细节。他很快就回想起了一些小事，包括那个女孩的名字，他们离开房子的确切时间，以及车子的样式和年份等等。他的呼吸明显的加速，激动的描述和初见那个物体，以及后来疯狂的朝市区开去的情况。最诡异的是，当时所处的空间呢什么都没有，像是扭曲在一个时间里面，好像是阴阳界。他在催眠下所记得的记忆呢，与他的潜意识记忆差不多，
唯一能够得到更多资料的方法呢，是要求和他的潜意识对话。于是朵洛丽丝就问他，凡勒利在开车时，但感觉不到有光或动作的时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潜意识就说呢，那是对这个实体的观察，而宇宙飞船呢，是在他开车的时候观察接收能量模式并做检测，所以他的身体并没有被带走，但对方的设备很先进在移动状态中呢，也能够继续观察。所以在这件事情里呢，它确实是处于扭曲的时间。转移信息的能量和动力呢，就影响了他对模式的认知，以及对周边环境的认知，就好像时间被停止了。高于这件事情的力量呢，不过是暂时停止了路上的事情，但那是非常瞬间的事情，什么都不会被影响。这个时间要素里只有他们2个人，因此时间不是流失，而是被浓缩了。那个瞬间传递给他的是对于灵魂记忆模式的观察。简而言之，就是外星人传递给他的讯息他被告知呢基因实验和基因工程的事情。有些实验的成果看起来不像人类，而这个实验呢正在地球上发生。不过呢，这不会被允许继续下去。有来自于其他星球的存在体呢，在地球的层面，他们是为服务人类而来。相较于人类呢，他们有许多方面都是更先进的。他们在人类需要的时候、觉醒的时候出现。而凡勒利的潜意识就说他从未与宇宙飞船或者是外星存在体有过真正的接触，唯一有过的接触呢是信息的交流。在他醒来后，听到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后十分的惊讶，因为潜意识提供信息时呢，个案是不会记得的，这更印证了人类有潜意识的内容。而催眠呢，就像是一场梦一样。根据这几个案例就可以得出呢，人类深处的记忆呢，还埋藏着很多关于宇宙和外星人的信息，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探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